大家好，欢迎来到小知堂。今天到附近的花田纪念庭院散步，看看秋天的红叶，顺便来聊一下日本的医疗吧。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多批评指正。刚来日本的时候，就觉得日本的医疗和中国的医疗有很大不同。先说一下值得学习的地方吧。总结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初中以下的孩子看病都是免费的，日本的政府会给每个小孩发一张医疗证，拿着这个证就可以到任何一个医院免费看病了，不管是私立还是公立的。看完病之后，到药店拿药也都是免费的，也不需要挂号费。和在中国的小孩比起来，日本的小孩的确是幸福的，不会有因为穷而看不起病的小孩。不过也不是看病的所有的项目都免费，医药费是免了，但是如果小孩子需要住院治疗，那么住院费还是要自己出的。我一个同事的小孩在医院住院10多天，需要缴纳住院费10多万日元，这个费用还是要自己出的。当然，如果额外缴纳了都民保险或者县民保险的话，就可以报销一部分住院的费用。二、各种各样的诊所非常多。在中国看病一般去大医院，小诊所虽然有，但是不多，人们也不太去。在日本，各种各样的诊所非常多，有皮肤科的，有内科的，有眼科的等等，而且很多都是私立的诊所，几乎在家附近走几步或者骑车一段时间就到了，很方便。在国内看病去医院一般都比较远，因为大的医院比较少，有些郊区因为医疗条件有限，所以会开车很远到市区的大医院看病，很不方便。三、基本都没有挂号费，有健康保险证，看病很便宜。在日本的小诊所看病基本都没有挂号费，有些大医院会收比较高的挂号费或者出诊费，比如顺天堂医院没有小诊所的介绍信的话，要收5000日元左右的挂号费，医药费另外算。有健康保险证的话，看病和拿药一般只需要付2000至30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200块。如果做胃镜检查的话，大概8000日元，也不算贵。四、在日本的诊所看病手续比较简单。在日本的诊所看病，只需要在看完病之后一次性付完钱就可以了，很简单，而且基本上都是坐着等待叫好。而在中国看病，刚开始挂号的时候要开一次队交钱，然后医生给你开了检查单之后又要去排队交钱，然后检查完了，医生开了药之后又要去排队交一次钱，而且基本上都是站着排队。人少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人多的时候光排队都会让人花很长时间。为什么不等看完了一次支付呢？浪费了那么多排队的时间。可能有人会说，有些人信用太差，看完了不付钱就跑了怎么办？但是这些人应该是少数人，不能因为少数人的不讲信用而让大多数讲信用的人一起陪着多排几次队吧。当然，我觉得日本医疗也有一些让人不满的地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检查身体花的时间很长。在日本的诊所做各种检查，出检查结果的速度比国内的医院慢很多。比如抽血，在国内医院也就几个小时，一般当天就可以出结果，而在日本一般需要1个星期才能拿到检查结果，这个也太慢了，说不定拿到结果病已经好了。做其他检查也是类似，拍个超声波有可能1个月才能拿到结果。二、没有中文的医院。据说在东京的中国人、华人有几十万，但是找不到一家中文的医院，都是日本的医生，而且都不懂汉语，那就比较奇怪了。日语不好的还得找个翻译一起去医院看病，很不方便。三、医疗保险费用很高。日本的医保每月大概需要3至4万日元，工资高的话
缴纳的费用就高。一个普通的码农每个月需要缴纳4万日元的医疗保险，一年约50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3万。在国内缴纳的医保费用就要低不少，大约相当于日本的1/10吧。这也不难理解，日本有那么多免费看病的人，不然钱都从哪里来呢？4. 日本的诊所晚上不上班，周末只上1天或者8天班。日本的诊所的医生护士也是要休息的，一般周6营业半天，少数会营业1天，星期天都休息，想看也看不了，而且晚上也都关门，也看不了。有病也得熬到白天上班了才能去看。当然，日本也有少数的急诊在晚上和周末开放，但是这种急诊是很急的情况，或者说是到有生命危险的程度才可以去的，跟国内的急诊有本质的区别。国内的医院晚上、周末都有急诊室，随时去医院都可以看病，这点比较人性化。我有同事就是因为小孩经常生病，但是周末晚上也看不了病，忍受不了这点，所以回国的。好了，今天就说这么多吧，有补充的请在下面留言，有不对的地方望不吝赐教，谢谢观看。